你对飞行少年有着什么样的印象？这些少年做着不被大人认同的行为，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根据警政署统计，112年的少年嫌疑犯人数，相较111年上升了将近1成3，显示出越来越多未成年人被卷入犯罪事件当中。本集我们邀请到因为种种因素走向飞行之路的同学，分享自己因为结交了一些特别的朋友，所以开始放学不回家。请问是小博吗？对。放学怎么没有回家？在这边打球。今天在学校的事情跟妈妈吵架，心情没有很好，来这里打一下篮球散散心。今年国2的小博是名曾让师长头疼的飞行少年。小博从国1开始学会抽烟，偶尔兄弟们揪一揪，也会成为聚众斗殴的一员。就原本想说就是跟他们出去，然后就很风光很帅气，然后就走在路上就很好看。然后那时候因为买精品缺钱，然后妈妈又反对我去打工，然后我就想说我家看能不能赚一些快钱之类的。有一次就是我们要出去玩，然后我收到我哥哥的讯息，他就跟我说他现在需要人去支援，然后就是要凑人数，我就去帮忙。然后他说会给一人几百块或到1000这样子。有的人为了钱，有的人为了兄弟间的情谊走上飞行之路，但其实在这背后，他们也大多面临着家庭或人际相处的问题。升上国中后，求好心切的妈妈开始严格要求成绩，如果考试不及格，手机就会被没收。在各种冲突之下，小博和妈妈的关系越来越差。看着身边朋友自由的样子，他也开始跟着在外流连。我课后班有认识一个同学，然后他就有在卖精品，我就想说蛮好看的，我就问他能不能借我看一下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件来穿去学校之后，然后就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这样子的人。不只是有卖精品以外，他们还有在卖一些毒品啊什么的非法的东西，就是有丧尸烟弹，然后糖果啊，然后粉啊，很多东西都有，还有哈密瓜锭什么的。根据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经手的个案数据，少年犯罪类型中有3成都与毒品有关，将近2成是诈欺案件，另外5成则是伤害、窃盗等犯罪行为。而对小博来说，家庭背景是他走上飞行的拉力，也是推力。我会抽烟，但我不会吸毒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爸爸有在我旁边吸毒，然后他就是我看到他吸毒后的样子，我就觉得很可怕，就是倒在地上，然后在那边抽搐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哭，然后叫他起来这样，然后就没有反应。之前去他们家的时候，他们就问我说：“我请你吃啊，然后你之后要的话，那你再付钱这样就好。”然后他们在吃的时候也是会一直问我说我要不要，我也都拒绝。然后我就说我不希望我变成那个样子，然后他们就知道了。因为家庭影响，有自己原则而剧毒的小博，却在飞行之路上意外卷入另一场风暴。我们那时候去打架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到会进入警察局那么严重。有一次中秋节的时候，我朋友被骂说没有爸爸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就也蛮生气的，然后就陪他去打那个朋友，然后后来就进去了警察局。进去之后，我们才知道后悔。妈妈9点多刚下班之后，然后她来接我回去，然后一路上她也没有骂我或责备我，然后也没有说什么话，我就觉得蛮自责的，就让她那么晚下班的时候，然后还为我那么累。回家之后，妈妈问我说，是不是她教的不够好，她是不会做家长，不会教小孩，然后在那边哭，然后跟我说对不起。台湾目前的司法少年现况，离开少年观护所后1年，再犯率是 55.35%， 出所2年，再犯率是 66.39%， 出所3年，再犯率竟高达8成。如果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环境无法好好的接住他们，同样的憾事只会不断发生。我喜欢上学，但我
喜欢就是老师对我的态度。他会因为我就是做那些事情，然后就会被记警告、小过什么的，然后他就会对我跟对别人的态度就特别不一样。有一次就是选班长，然后我票数最高，然后老师在黑板上写我的号码，然后旁边突然又多一笔，变成女生的号码，然后我就被他擦掉了。老师把我号码擦掉的时候，我就是很不开心，然后又加上他在全班面前讲我的坏话，他说不要跟我这种坏小孩玩，然后就说不能投给我这种人当。2019年修订少年事件处理法，将虞犯少年改称为曝险少年，就是希望去除对这群少年的身份标签，关注他们犯错背后的脉络。如果他们渴望一个从头来过的机会，我们是否也该及时伸出援手？我看很多比我大很多岁，甚至已经成年了，然后都还在做这一行。我就想说，这一行其实也没有很长久，也有很多的风险。因为我看一个一个都进去关了，然后每一个都几年的。然后我也有一些我自己的目标跟梦想想要去完成。我希望我可以当一个演员，然后我就也想要把我的经历，然后分享给每一个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要退出了。小博期许自己变得更好的同时，也希望找回和妈妈的情感连结。以前跟妈妈出门前都会跟她抱一下，然后也会跟她讲晚安。然后自从我走不归路之后，我才跟她关系越来越不好，几乎每天都在争吵。然后她也是每天都一直流眼泪，然后我也每天都很不开心，然后就也会很躁。我自从她哭着跟我说她书文教得不够好之后，我就才开始有点感觉。就我就不会再去走这条路，也不会再做这件事情。飞行少年们就像是刚刚学会用翅膀的鸟儿，从飞到飞，除了自身的努力，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和接纳，他们才能不被偏见带离，坚定地朝着梦想前进，飞向无垠蓝天。